大家好，欢迎回到呆萌财频道。这一期呢，我们书接上文，来聊一聊美国稀土的曼哈顿计划，重点来关注一下 Remix 是布局美国稀土战略的龙头吗？那我们都知道呢，中国开始收紧稀土出口，这也导致了全球供应链的恐慌。美国和它的亚太盟友呢，正在秘密进行一场价值数百亿美元的稀土曼哈顿计划。这个计划的目标呢，是彻底绕开中国。在2025年10月30日呢，中美韩国首脑会议后呢，特朗普总统表示，中国已经同意将针对关键稀土金属供应的严格管控新规呢，推迟1年实施。但是，中美稀土供应链脱钩是美国的长期战略。美国稀土供应链重塑的目标呢，是摆脱中国对稀土供应和精炼分离的依赖。在2025年10月呢，特朗普总统与他的亚太盟国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这也可能就是美国在稀土供应链的曼哈顿计划。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时间节点以及重要的协议。在2025年10月20日呢，美国与澳大利亚签署了美澳关键矿产采矿与加工供应安全框架，双方承诺了各自提供至少10亿美金的融资，用于加速在两国的稀土开采和加工项目。然后在2025年10月26日呢，美国与马来西亚又签署了美马关键矿产合作谅解备忘录。马来西亚是除中国以外最重要的稀土加工中心之一。这一举措呢，确保了美国能获得加工后的稀土，而不仅仅是矿石。在2025年10月28号呢，美国与日本又签署了美日关键矿产和稀土供应安全框架协议，这是与一个高科技终端用户日本建立的联盟。他们双方呢都极度依赖稀土进口。这一举措呢，目的在于联合投资，共同开发中国以外的矿源和加工能力。而且在2025年10月26日呢，美国与韩国也签署了技术繁荣协议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声明，把韩国的加工技术和资本与美国的能源以及技术相结合。比如 ReElement 项目合作直接瞄准了供应链中最薄弱的环节，从氧化物到金属再到磁铁的制造。特朗普总统这次亚太之行呢，抓住了中国收紧稀土出口管制的时机，迅速与他的盟友敲定了一系列协议。总的来说呢，这不是一个单一的 big deal， 而是一套组合拳。首先呢，是由澳大利亚负责挖矿，然后呢，马来西亚负责初级加工，也就是分离。日本和韩国呢，负责精炼和制造，生产磁铁，并与美国共同投资。那么作为投资者，我们该如何搭上这趟快车呢？今天我们就来深度分析号称最纯正的 Remix ETF， 它真的是这场世纪大脱钩的核心资产吗？它隐藏着哪些你所不知道的高风险和高回报呢？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Remix ETF 的概况。在美国市场呢，有很多号称稀土领域投资的 ETF， 但是目前最纯正的稀土 ETF 就是 Remix ETF。 其他 ETF 比如 LIT、BATT 聚焦的是锂及电池技术供应链， XME 主要是大宗的铜、钢和铝矿企。那么 Remix ETF 的全称是全球稀土和战略金属 ETF， 是由 VanEck 发行。它聚焦全球的稀土元素，比如铝、锑和战略金属，比如锂钴钛的生产精炼和回收公司。ETF 资产规模呢，大约是13.3亿美元，费率呢是 0.58%， 2025年的回报率高达 68.48%， 远超大盘。这主要受益于美国重塑稀土供应链、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和国防需求的爆发式增长。这个 ETF 呢，持仓高度集中于少数关键玩家，总持股22只，前10大持仓呢占总资产的 61.4%。总持仓中呢，稀土类的公司主要有中国公司北方稀土、厦门钨业、盛和资源，美国公司 MP Material 和澳大利亚公司莱纳斯稀土有限公司。
涵盖了全球稀土供应链上几乎所有的核心稀土公司。那么 Remix ETF 呢，在2010年10月上市以来呢，股价就受到地缘政治、中国稀土管制、美国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等等影响，波动剧烈，属于高风险类的 ETF。它股价的几个高点呢，发生在2011年4月、2018年1月、2022年4月，分别都对应的主要稀土供应链事件呢是，在2011年呢，中国大幅削减稀土出口配额，引发全球供应的恐慌和价格投机泡沫。2018年呢，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市场担忧中国可能限制出口，同时呢，中国国内进行环保整顿，导致供应收紧。2022年呢，俄乌冲突爆发，加剧了全球关键矿产的供应风险，叠加疫情后的供应链瓶颈和全球对绿色能源，比如电动车、风电的强劲需求。所以 Remix 的2025年的回报呢是 68.73%， 近1年的年化回报是 46.24%， 近3年的年化回报是负 6.33%， 10年的回报是 7.48%， 成立以来年化回报是负 5.55%， 是非常明显的高风险 ETF。 接下来呢，我们就介绍一下 Remix 跟踪的指数以及编制方法。Remix ETF 追踪的指数是 MVIS 全球稀土和战略金属的指数，其中稀土类公司占比约为 30%， 锂加工及锂矿占比大约为 45%， 剩余呢 25% 是钨、钼、钛等战略金属。那 MVIS 全球稀土和战略金属指数的编制呢，就是要给到对稀土和战略金属的纯主题追踪，强调上游矿业与加工。指数呢无强制子类分配，比如稀土和锂类公司的比重，而是统一筛选公司。所选的公司呢，至少 50% 收入来自于合格金属。那么它合格筛选的主要原则是，公司呢至少有 50% 的收入来自稀土或战略金属的开采、精炼、回收。另外呢是排除非自由投资市场，比如俄罗斯、中国 A 股部分，港股通个股除外，排除 LLP 类的有限合伙企业。还有呢流动性要求，新成分市值呢要大于 1.5 亿美元，自由流通股呢大于 10%， 日均交易量呢大于100万美元，现有成分更宽松。接下来呢再看一下它的权重以及排序的原则，按自由流通市值加上加权排序。首先呢是分散化的单股上限，第一呢大于 8%， 第二大于 8%， 第三呢大于 7%， 第四呢大于 6%， 第五大于 6%， 第六大于 5.5%， 第七大于 5%， 其余呢 4.5%， 迭代调整呢直到无超重。然后呢还有季度再平衡的要求。那么 Remix ETF 的主要持仓都有什么呢？它到底都买了些什么呢？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它前10大持仓的含金量。主要是2部分持仓，稀土类和锂。首先呢是美国的 MP Materials， 在上一期的视频里呢，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美股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MP， 是美国唯一在运营的稀土矿。Mountain Pass 矿山储量呢，大约是190万吨稀土氧化物， 4.5 万吨年 REO 浓缩物开采的产能。轻稀土和重稀土的比例大约是95:5，稀土冶炼分离产能大约是1000吨每年的磁体产能。公司计划通过 10X 设施扩张至1万吨年磁体产能，计划呢2028年投产，2035年满产。美股政府入股4亿美元，15%的股权，而且还与 Apple 签署了价值大约5亿美元的长期合作协议，100%的采用回收材料生产稀土永磁体。MP Materials 为此呢，将它在 Mountain Pass 工厂建立商业规模的回收线，并在沃斯堡工厂扩大生产线，来满足 Apple 的严格要求。第二呢是莱纳斯稀土有限公司，
也就是澳洲上市公司，股票代码呢是 LYC， 主要有2个的主要业务。位于西澳大利亚州 Mountain Veld 的采矿和选矿场，以及位于马来西亚关丹的稀土精炼厂 LAMP。威尔德山矿产的储量呢约为200万吨稀土氧化物， 1.2 万吨每年的 REO 浓缩物开采产能，轻重稀土比呢大约是97:3。2009年9月呢，澳洲投资审批委员会拒绝中国有色以2.5亿澳元收购莱纳斯公司 51.6% 的股份的计划，理由呢是国家利益稀土供应安全。Lynas 呢于2010年11月与日本双日株式会社签署战略联盟，包括2.5亿美元的投资和承购协议。从 Mountain Veld 出口稀土到日本，莱纳斯呢位于马来西亚关丹的莱纳斯先进材料工厂，是除中国以外全球最大的分离稀土生产商。它目前的产能呢是 2.2 万吨 REO 每年，产能呢也正在扩张，计划在2026年新增稀土冶炼分离产能呢大约是 1.2 万吨每年，主要是女璞氧化物，重稀土分离加工能力呢达到5000吨。第一批产品比如铧预计在2026年4月左右投产，后续增加低特等重稀土金属。同时呢，莱纳斯与美国国防部合作，在德克萨斯州的 Seadrift 建设一座轻稀土的分离设施。这项设施呢，预计主要用于处理来自澳大利亚维尔德山矿的原料，并为美国提供本土的分离女璞氧化物。那么美澳关键矿产供应安全框架和美马关键矿产合作谅解备忘录这些协议呢，目的就是通过支持莱纳斯等公司建立从澳大利亚采矿到马来西亚和美国分离的完整可靠的非中国稀土供应链。接下来呢是北方稀土，是中国的上市公司，股票代码呢600111。它旗下的白云鄂博稀土矿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矿，储量呢大约是3200万吨稀土氧化物，轻重稀土比约为90:10，稀土冶炼分离产能大约是10到12万吨每年的 REO。以轻稀土分离为主，即成全产业链，占中国稀土分离产能的40%以上。公司呢，通过子公司比如包钢冶金实现高纯度氧化物生产。北方稀土获得的冶炼分离指标占中国总配额27万吨的 66.2%。然后呢，还有厦门钨业，也是中国的上市公司，股票代码呢是600549。它的旗下主要有长青中方稀土矿，这是它唯一活跃离子吸附型矿区，位于中国南方福建。公司呢拥有4个福建稀土矿权，总可采 REO 储量超过20万吨，轻重稀土比大约是40:60。这些矿是全球重稀土最丰富、最易开采的来源。稀土的冶炼分离产能大约是5000到8000吨年 REO， 主要通过子公司比如金龙稀土实现。聚焦呢重稀土分离，采用低成本溶剂萃取进行精炼。中国控制全球重稀土加工大约 98%。 厦门钨业作为南方集团的核心成员，专注重稀土分离和加工。公司战略聚焦重稀土氧化物和高纯产品，主营收入中稀土占比 13.5%， 钨木占比 45.5%， 新能源材料占比 40.8%。然后呢，还有盛和资源，也是中国的上市公司，股票代码呢是600392。公司核心业务呢是稀土贸易和加工。2025年呢前3季度贸易收入占比 60%， 加工 30%。公司从国外进口稀土矿石浓缩物进行加工，比如与 MP Materials 的长期 offtake 协议，进口美国 Mountain Pass 的矿产的 REO 浓缩物至中国工厂。位于四川的稀土精炼厂主要从事重稀土分离，位于江西的工厂主要进行离子型矿加工。这2个基地的稀土冶炼分离产能大约是1万吨每年的 REO， 冶炼分离配额约为1到1.5万吨，轻重稀土比约为60:40。重稀土呢依赖中国国内矿，它所控制的坦桑尼亚的安哥拉稀土矿储
大约为460万吨 IEO，2025年呢仍然处在开发阶段。除了稀土类公司外， Remix 主要持仓呢有 PLS、ALB、LAC、赣锋锂业、SQM、LTR 等锂基加矿公司。这其中呢，澳大利亚的锂矿公司 PLS、Pilbara 是澳洲锂矿的领导者。Pilgangarra 项目呢年产100万吨，它的亮点呢是高品位矿石 EV 电池的供应链核心。还有 Albemarle Corporation ALB 是全球最大锂生产商之一，扩展至溴和催化剂。它的亮点呢是多元化化学产品业务，提供了防御性。然后呢还有 Lithium Americas Corporation LAC 开发阿根廷 Saicpas 锂矿，预计2027年投产。它的亮点呢是低成本潜力大， IRA 税收抵免提振估值。接下来呢还有赣锋锂业，也是全球领先的锂生产商，业务覆盖呢从矿石到电池的垂直一体化。2025年的阿根廷盐湖项目达产，产量大增。这个亮点呢是全球资源布局最广的锂业龙头，成本控制力强。接下来还有美国的 SQM 公司，生产盐湖锂和镓肥，智利的 Atacama 项目主导。这个亮点呢是成本最低的锂生产商，股息收益率呢有 2%。 然后呢还有澳洲的 Liontown 公司 LTR 开发呢 Kathleen Valley 的锂项目与 Arby 组成联合体，亮点呢是高增长潜力，但是开发风险也高。综上所述呢，我们可以看出 Remix 被多家平台评为美股市场最纯正或顶级稀土主题的 ETF。它可以避免投资单一股票的风险，持仓符合美国重塑稀土供应链的战略。美国和它的盟国正在进行非中国稀土脱钩呢，是长期的布局。Remix 中稀土占比 30%， 锂相关持仓约为 45% 的权重，比如 ALB 和 PLS， 这使它并非100%的纯稀土。所以呢 Remix 并非一个100%的纯稀土 ETF， 它的涨跌不仅看稀土，也要看锂价波动，这是我们在投资前必须要知道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潜在的更纯正的选项是未上市的 Rare Earth Exchanges US and Allied Rare Earth Supply Chain ETF， 它代码呢是 REEX， 聚焦非中国稀土权链，包含矿商比如MP、Lynas、Iluka， 加工精炼比如 IEE、Teck、Yuk， 磁铁制造商，剔掉了中国公司和锂等金属，但是目前呢还没有上市。好啦，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深度分析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请订阅并点赞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期更重要的分析。美国的稀土产业链重塑成功的成算有几何呢？我们下期再见。